去男友家拜年，被要求给所有长辈下跪磕头。我正想拒绝，却收到条短信，下跪磕头说恭喜发财，对方会给你1万元人民币红包。还有这种好事？我麻溜跪下，给在场20几位长辈磕了个遍。后来男友家的长辈齐齐向我下跪，求你别磕了，再磕我们就倾家荡产了。今年春节，我第一次去男友家拜年。他家在一个小山村，辗转了好几种交通工具，终于到了。一进门就见院子里坐了20几位长辈，用挑剔的目光审视着我。过年见长辈，怎么一点规矩都没有？为首的老爷爷吹胡子瞪眼。男友翟宽赶忙拉着我上前，冲我使了个眼色，快跪下！我差点以为自己听错，你说啥？过年给长辈磕头是我们这儿的习俗，你不磕就是不礼貌。男友翟宽面露不满，仿佛我丢了他的面子。而这些长辈当中，不光有他的父母、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，还有7大姑8大姨，足足20多位。女儿膝下有黄金，我凭什么给这些人下跪？我家那边没有这种习俗，过年给长辈说句吉祥话就行。我站得笔直，打算坚决捍卫自己的人格。却在这时收到一条短信，跪下磕头说恭喜发财，对方就会给你1万元人民币红包。1万元，这么多，自尊是什么？人格是什么？暂时不重要了。翟宽还在催促我下跪。晶晶，你第一次上门，要是不磕头，我父母会被人戳脊梁骨的，我家也没法接受你这样的儿媳妇。我没等他说完，立刻麻溜地跪下，脑子里盘旋的全是1万元人民币红包。恭喜发财！我朝正中间坐轮椅的老爷爷激动地磕了个头。翟宽露出欣慰的笑容，然而这笑容还没来得及完全展开，却见老爷爷拿着烟斗的手一僵，片刻后颤颤巍巍地从轮椅上站了起来。翟宽见状一惊，连忙过去扶他，爷爷，您的老寒腿好了。翟爷爷却没理他，抖着老寒腿去卧室取出一沓100元大钞，用红包装上，向我走来。我心脏狂跳，看着厚度，确实差不多1万元。没想到男友家虽然在小山村，但给见面礼还挺大方。我双目炯炯有神，正准备接过红包，却被翟宽中途截胡，爷爷，这红包也太大了，不用给这么多。我愣了愣，感情他们之前没商量好啊。然而翟爷爷却一把推开翟宽，眼睛直直地看着我，谁也别拦我，我今天必须给海晶晶1万元红包。说完就把红包一股脑塞给我，伴随着的是他腿脚一软，再次瘫坐在轮椅上，就好像给我红包是一种信念，支撑着他站了起来。如今这信念完成，他终于可以安心瘫着了。我感动无比，翟宽的家人这样重视我，跪下磕个头又算什么？握着手里沉甸甸的1万元红包，我心甘情愿地再次跪下，挨个给院子里其他的长辈们磕头，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，一口气说了20多次恭喜发财。我终于抬起了头，却见院子里一团乱麻，有人从包里掏出一沓现金，急切地数钱，有人正在打电话，儿啊，赶紧给我取1万元现金，用红包包好送过来，要快！有人拉着翟爷爷的手不放，二爹，你就借我1万块给海晶晶发红包吧，等过了年我就回城里打工，发工资就还你。还有好不容易凑够了1万块的，扯着嗓子到处问谁有红包，我必须把这1万块包成红包才能给海晶晶。他们像是中了某种魔咒，想尽各种办法，只为了给我1万元红包。看翟宽家也不富裕，这样破费，整得我都不好意思了。其实不用这么多，意思意思一下就行了。我弱弱的开口，谁料20多位长辈却急红了眼。不行，说1万就1万，1分钱都不能少。这语气仿佛我挑战了他们的信仰，我不敢再吭声了。而翟宽穿梭在长辈之中，劝了这个劝那个，根本拦不住他们给我发红包的决心。到最后，我手怀里上抱着沉甸甸的27份红包，共计27万元。我觉得我还能磕，如果每磕一个头就能有1万，我愿意磕到天荒地老。谢谢各位爷爷奶奶、姥姥姥爷、叔叔阿姨、大伯大娘，我感动涕零，激动的腿一软，差点就地跪下。吓得翟宽的长辈们齐齐跪下扶我，求你别再磕了，再磕我们就倾家荡产了。海晶晶，你跟我出去一下。翟宽铁青着脸，连拉带拽，把恋恋不舍的我带出了家门。说吧，你到底给我家人施了什么妖法？我愣了愣，妖法？啥玩意儿？翟宽意味不明的看着我，别跟我装了。刚刚我问了我家长辈，每次你给他们磕完头以后，他们就会难以控制的想给你发红包，还必须发1万元。我不知道你用了什么方法，但这些都是我家长辈的辛苦钱，你赶紧全部还回去。我觉得奇怪，难道不是你给我发短信说只要我磕头拜年就给我1万块的红包吗？翟宽反问，我什么时候给你发过？不是你。我疑惑地掏出手机，这才发现刚刚那条短信的发信人并不是翟宽，而是一片空白。之前时间匆忙，我只看了眼短信内容，就误以为是翟宽发的，但空白的发信人是什么鬼？事情变得诡异了起来，我还没理清思绪，却听身后传来一声爆呵呵，打劫，把身上的钱全部交出来。
我回过头，见3个地痞拿着钢管朝我和翟宽围了上来。翟宽立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势躲在了我身后。这几个是村里的二流子，平时就干些打家劫舍的脏事，我打不过，你打不过，就躲我后面啊！我简直无力吐槽，看着3个地痞挥着钢管越走越近，双腿不由得一软，跪下了。或许是刚才磕头太多，已经磕出了惯性。这一跪，我不由自主的就磕了下去，嘴里还念念有词：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。说完我都想扇自己一巴掌，怎么还跟地痞拜上年？然而3个地痞却齐齐僵住，钢管不挥了，脚步不迈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急切而坚定的信仰。钱都花完了怎么办？必须马上想办法搞到1万块。他们像是遇上了什么要紧事，一哄而散。这就安全了。躲在我身后的翟宽探出了脑袋，也是惊讶无比。他们3个是出了名的不达目的不罢休，居然会放过我们。我冷冷地看着他，翟宽，我今天才看明白，你原来是个遇事儿就往女人身后躲的人。翟宽还委屈上了，那我确实打不过啊，难道要我凑上去挨一顿毒打，你才觉得开心？我心灰意冷。过去和翟宽谈恋爱，我们就是单纯的吃喝玩乐，的确没什么矛盾。只有真遇到事儿，才知道自己的伴侣是人是鬼。我从不认为他需要牺牲自己保护我，但起码危险到来时，我希望自己的伴侣不要把我推出去挡灾。我深吸一口气，下定决心，我们分手吧。翟宽瞪大了眼，海金金，你发什么疯？你家长辈给的红包，我会退给他们。我抱着沉甸甸的27份红包，快步走回翟宽家，将红包一一退了回去。感谢各位长辈的厚爱，但我和翟宽已经分手，红包就不用了。在场的27位长辈明显松了口气。翟宽还以为我只是闹脾气，海金金，你想清楚，我可是……他话还没说完，院子外就闹哄哄的一片喊声，快抓住他们！咱们村的祖坟都被他们3个刨了。此话一出，全家的长辈都躁动了。还没等他们出去查看情况，院门就被一脚踹开。3个地痞一手拿着钢管，一手拿着厚厚的红包，恶狠狠地冲了进来。海金金，给你的1万元红包！3个沉甸甸的红包不由分说的被塞进我手里。我搞半天，他们刚才临时撤退，是去给我凑红包啊！那条短信居然如此神奇，连毫不相干的地痞流氓都遵守了短信的规则。就是他们3个刨了全村的祖坟，挖的名气全卖了，换了3万块。义愤填膺的村民们跟着冲进院子，看见3个地痞把红包交给了我，指着我的鼻子就开骂：你谁啊？跟他们3个一伙的是不是？赔俺家的祖坟！我捧着烫手的3万块，欲哭无泪。我说我只是跟他们磕头拜了个年，你们信吗？最后我将3万元尽数归还，被判驱逐出村。虽然事实证明我的确跟3个地痞没什么关系，但村民觉得我太过邪门，大过年的没人敢让我留在村里。对于这个结果我没什么异议，反正跟翟宽已经分手，我本来就要走，只是这山高路远，距离最近的公交车站也有10公里。我想让翟宽骑摩托送我一程，但翟宽却趁机提出：你跟我认个错，收回分手的话，我就送你。我翻了个白眼，背上包转身就走。不送就不送，不就10公里吗？休想让我服软回头。我独自踏上了山路，刚开始还算顺利，但10多分钟后，我突然听见一旁的树丛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声响，一种体躯健壮的黑色生物隐约在树丛中闪现。我放轻了脚步，下一瞬，树丛中猛地冲出一只壮硕的黑色野猪，又尖又长的獠牙像锋利的镰刀，飞快地向我冲来。想跑，跑不过；想打，打不赢。眼看我就要被野猪拱飞，却突然在这一刻福至心灵。我一个滑跪，飞快地朝野猪磕了个响头，颤声大喊：恭喜发财！随后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，野猪居然一个急刹蹄，停下了攻势。它小小的眼睛写满了大大的问号，似乎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，就掉头跑向了狄家村的方向。只是急刹的惯性太强，它的獠牙还是扎在了我的腿上，流了血，但不严重，只是走起路来有些费劲。我一瘸一拐，沿着山路艰难行走，没一会儿就气喘吁吁。坐下来休息时，忽然听见一阵急促的奔跑声。我转过头，居然看见野猪嘴里叼着厚厚的红包，撒开蹄子朝我奔来。卧槽！它一只野猪，上哪儿搞的红包？只见野猪跑到我面前，叼着红包哼哼唧唧，似乎在示意我拿走红包，那眼神颇有些委屈。我一看那红包的封皮，不正是之前翟宽爷爷给我的那个吗？我辛辛苦苦给他磕头拜了年，又尽数还了回去，没想到绕来绕去，这红包还是落入我手中。想到那群村民把我独自扔向在漫长的山路，我心中起了邪念：野猪啊，你有这种本事，不如多帮我抢几个红包。我顺势一跪，就要朝野猪再度磕头。野猪惊恐地瞪圆了眼睛，小蹄子立马一弯，反倒朝我跪了下来。我挑眉，哟呵，野猪同志，你朝我跪什么跪？我可不会把红包给你。野猪摇了摇头，转过身，将溜圆的小屁股展示给我。那屁股上有好几道伤痕，甚至还有2个明显的脚印。
这是你刚刚抢红包时狄家人踢的。我问。野猪含泪点了点头，那渲然欲泣的小模样，看得我心头一软。行了，不让你再去抢红包挨揍了。只是你的獠牙刚才弄伤了我的腿，这个你得负责吧？野猪用懵懂的目光看着我，眨巴了几下眼睛。我邪魅一笑，只要你让我骑一骑，送我到最近的公交车站，我就答应不给你磕头。为了方便野猪理解，我还用手做了个往下压的手势，示意他放低身段。野猪磨了磨牙，满脸屈辱，但看到我手上的红包，他还是认命的闭上眼，趴在地上。我毫不客气地骑了上去。猪驾，我们走吧。野猪迈着沉重的步伐启程了。别人骑马，我骑猪，我们一人一猪，悠哉地漫步在山野小路，画面非常和谐美好。直到拐过一道大弯，眼前的情景让我和野猪大吃一惊。一个彪形大汉正将一个青年帅哥推下悬崖。青年帅哥试图抵抗，却力量不足，只在坠下的时候抓住了悬崖上的一根枯木。彪形大汉目露凶光，拿起一块大石头，正要再往下砸。这时我出手了，猪，拱他！我跳下野猪，发号施令。野猪立马朝彪形大汉冲了过去，尖利的獠牙锃亮，吓得大汉扔了石头就跑。我趁机跑到悬崖边，朝下看。青年帅哥还抱着枯木，但枯木离悬崖上地面有1米多，我伸手拉不到它。更要命的是，那枯木似乎不太结实，重压之下隐有断裂的趋势。此时再去找绳索或粗棍等救援工具，怕是来不及了。你试着引体向上，踩上枯木，我拉你。我朝悬崖下大喊。青年帅哥虚弱道：“我被下了药，没力气。”他额上冒汗，目光虚浮，眼看就要支撑不住。危险之际，我忽然看见手中的红包。当时翟爷爷为了给我包红包，老韩腿突然好了，甚至从轮椅上站了起来。给我红包就是翟爷爷的精神力量。如今我能不能让这个青年帅哥也能拥有这样的力量？死马当作活马医，我心一横跪下，磕头大喊：“恭喜发财！”只见青年帅哥身体一怔，虚浮的目光顿时变得清明而坚毅。他的身体迸发出巨大的能量，伴随着决绝的一声大吼：“我要给你包红包！”方才摇摇欲坠的身体瞬间充满了力量。青年帅哥一个引体向上，站在了枯木之上。他借力一蹬，甚至不用我用手拉，就爬上了悬崖。这条规则居然还能这么用！青年帅哥身着西装，顾不上拍掉身上的尘土，就迫不及待道：“我要立刻去最近的 ATM 机取1万块。”与此同时，野猪也成功制服了彪形大汉，将其死死地踩在体下。我拽住青年帅哥的西服：“你等等！”把你推下悬崖的那个大汉，你不管了。青年帅哥这才停下脚步，看向10米开外的大汉。把我推下去之前，他说他是拿钱办事，应该是我的商业竞争对手干的。青年帅哥思索着说。我松了口气，拿钱办事最好了。他会为了钱杀你，就会为了钱出卖雇主。青年帅哥看着我，你想干什么？我没有回答，而是走到彪形大汉面前一跪。野猪一看我的动作，就吓得收回小蹄子，连跑带蹦地躲了起来。而我对着彪形大汉迅速磕头，每磕一次就大喊一声恭喜发财，连着喊了20声恭喜发财。大汉已经泪流满面，他的肚子被野猪的獠牙捅出2个血窟窿，却挣扎着爬起来朝我跪下。姐，我唯一低姐，求你别磕了。我拿钱办事，只是想攒钱给我老婆做手术。你这么磕下去，我老婆的救命钱就没了。我勾唇一笑，想要我不磕，很简单。谁雇你杀人的？老实交代。大汉抿紧双唇，犹豫不决。我冷哼一声，做事又要磕。大汉浑身发抖，颤抖着嘴唇大喊：“别磕，别磕！只要给我老婆留下救命钱，我全都说。”我掏出手机，打开视频录制，说吧。大汉畏惧地看着我。姐，您能先站起来吗？我挺直脊梁，跪得高跪。不行，你要是敢耍花招，我就继续给你磕头。我跪拜的姿态就是最强的威慑力。大汉浑身一颤，巨大的恐惧让他嘴唇发白，终于老实交代：“是张三让我干的。他说单家木的商业版图动了他的蛋糕，要我除掉单总。”于是我在张三的指使下给单总下了药，又开车到了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。本来以为不会被发现，谁能想到居然在这里遇见了您。大汉口中的单家木应该就是这位青年帅哥了。没想到我随便一救就救了个总裁。这时候我才想起来，为什么看到单家木的第一眼觉得熟悉，原来是之前在电视上看过他的采访。还有什么要说的？我收敛心神，举着手机问大汉。大汉立刻紧张道：“有。”说。大汉红着眼睛，带着哭腔问：“请问最近的 ATM 在哪里？我的使命就是必须给您包20万的红包，否则我人生的一些价值、方向，甚至灵魂都会被摧毁。”我站起身，满意地点点头：“没问题，我一定满足你这个愿望。”野猪跑了，趁着我录视频的当口，他逃得无影无踪。好在如今我已经不需要骑野猪，有现成的小轿车，返程不成问题。我和单家木把大汉绑起来，先去了镇上最近的 ATM 机。单家木给我取了1万元，彪形大汉给我取了20万元。
又在旁边的小超市买了红包，全部包给了我。彪形大汉给我红包时，哭得肝肠寸断，却没提一句让我退回。由此可见，给红包的人不能主动要求退回，只有我自愿返还才行得通。不过这个钱最终也不会是我的，买凶杀人的赃款，警方必定会追回。单家木的药禁过了，发红包的执念也解除了，终于完全恢复了理智。他双手插兜，沉思片刻。张三跟我作对那么久，居然能做到这么狠毒的地步。不过这倒是个机会，可以彻底断掉他对我的骚扰。单家木看了眼哭花了脸的大汉，开口道：“只要你去警察局仔细交代所有犯罪细节，你老婆的手术费我出了。”这语气够霸总，够气派。大汉的哭声顿时停了。真的，真的！大汉麻溜地蹦了起来。那咱这就去，我一定交代全了。最终有彪形大汉的全力配合，警方很快抓捕了幕后黑手张三。张三的商业集团就此溃散。单家木少了个强劲而碍眼的竞争对手，却因为这次事件决定加强安保。他找到我：“海晶晶，你当我的保镖吧。”我差点以为自己听错，你要我当啥？保镖？我指着自己，我啥也不会，平地都能摔，怎么保护你？单家木思路清奇，摔了好，摔了更方便贵。你的磕头就是你的武器，没有比你更合适的保镖。哼，笑话，你让我当我就当。我硬气道：“不当，月薪3万，先给你预付3个月。”好嘞，老板，我随时可以上岗。为了全方位了解我的能力，我们尝试了各种实验。我试过站着、坐着、蹲着、跪着说恭喜发财，也试过只跪下不磕头说恭喜发财。最后证明，只有跪下磕头说恭喜发财，规则才生效。我试过给动物跪下磕头说恭喜发财，它们就像当初的野猪一样，第一反应是抢夺人类手中的人民币和红包。如果24小时之内没有抢够1万元红包，它们就会自己走入屠宰场，卖身给我包红包。负责屠宰他们的屠夫会收到感召，替被宰的动物将红包交给我。我试过给植物跪下磕头说恭喜发财，植物会开始疯狂生长，叶片和果实渐渐长成人民币的形状，但这人民币却无法轻易摘下来，必须要拿着红包接住才能脱离枝干。而且这1万元必须是人民币，美元、英镑等其他国家的钱币都不行。恭喜发财4个字也必须是中国话，英语、法语、德语、日语通通不奏效。我曾经担心，恭喜发财是春节拜年的吉祥话，会不会春节后规则就自动失效？如果这样，那我预发的3个月工资是不是得退？我惶惶不安地熬过春节，惊喜地发现规则依然有效。对此，单家木猜想，这是因为现在人民群众的生活好了，天天都像过年，给红包也不再是过年的专属。只是我跪多了，单家木也会觉得不忍心，担忧地问我，经常这么跪着磕头，不会觉得伤自尊吗？我觉得好笑，没钱才是这个世界上最伤自尊的事。而且随着实验的进行，我们都渐渐意识到一件事，我其实压根不需要做单家木的保镖。按照3秒磕一次头来计算，我1小时能磕1200下，也就是1小时净赚1200万。稍微偷点懒，就是1小时1000万。一天磕10小时，我就能挣1个亿。就保镖那1个月3万块，我不到10秒就能磕出来。可如果我真的这样干，国内甚至国际的金钱秩序都会受到影响。我不敢轻举妄动，这种影响力堪称恐怖。单家木也意识到这一点，思来想去，对我提出建议：你不应该只做我的保镖，你的能力应该上交国家，为祖国的发展做出贡献。我愁眉苦脸，我倒是也想建设祖国呀，但我不想被当作异类关起来研究。单家木思忖良久，对我郑重许诺：放心，我会保护你。单家木把我引荐给了他爸，他爸居然是省财政局的局长。不知道他是怎么跟他爸说的，看见我时，他爸的眼神闪烁不定，写满了2个字：有病。只要你跟我拜年，我就会忍不住给你1万元红包。是这样吗？单家木的父亲声音充满了威严和凝重。我点点头，您可以亲身体验一下。好，单父坐在皮椅上，毅然决然地看着我。我已经下定决心，不会给你红包。我倒要看看你要用什么方式忽悠我。忽悠？我压根不用这种东西，我只需要毕恭毕敬地磕个头，说声恭喜发财，一切就水到渠成。2分钟后，单父从保险箱取出1万元现金，放入红包，塞到我手中。他仰头长叹，世上竟有这样一种信仰，能让人不顾一切地想要达成。今天我算是体验到了面对财政局局长，我到底有些心虚，主动交出红包。现在你也验证过了，那这个红包就物归原主了。单父摇了摇头，推回了我的手。你是单家木第一个带回家的女生，这就算是给你的见面礼金吧？哈，见面礼金不是给未来的儿媳妇的吗？局长是不是误会了？我心里这么想，但我不敢问。直到单家木推门进来，对单父嘱咐道：爸，那我就把他上交给国家了，记得你答应我的，保护好他，不能限制他的自由。单父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单家木，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。放心，我未来的儿媳妇，我还能不护着吗？未来的儿媳妇，这怎么跟之前说的不一样？
离开丹家，我迫不及待地问单佳木：“我不是你的保镖吗？怎么成女朋友了？”单佳木理直气壮：“不说你是我女朋友，我爸能对你这么上心？能尽心尽力保护你？估计早就把你当神经病抓走了。”我一听，觉得颇有道理，又隐隐觉得自己中套了。毕竟单佳木说这话时脸颊通红，一直红到了耳根。我怀疑他对我有意思，但我没有证据。总之，今后我就不是单佳木的保镖了。我在单父的举荐下，成为了国家部委的编外人员。科研人员对我的情况进行了更加系统的评估，出具了一份关于海金金收红包能力的使用分析及应用建议。我头一次知道收红包还能玩出这么多花样。发生恐怖袭击时，我只需要远远朝恐怖分子拜年，他们就会停下攻击，排队在 ATM 机前取钱。等凑齐了红包，他们又会想方设法地把红包递给我。这段时间足够警方将他们逮捕。有人命悬一线时，只要听到我磕头拜年的恭喜发财，他们便会爆发出人类的极限力量，力挽狂澜，挽回生命。监狱消极怠工时，狱长请我随便去磕一磕，整个监狱就会充满大生产的干劲。犯人为了给我凑足1万元红包，夜以继日地拼命工作，不敢摆烂。当然，这些都是我闲暇时的小动作。我最重要的使命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。毕竟我的红包只能收人民币，如果国家想要转移通胀，就派我去别的国家挨个跪。被跪到的人必须去银行兑换人民币，导致各国对人民币的需求量急速增长，人民币国际化迎来新机遇。渐渐的，财政部内部对我越来越敬重。虽然我的姿态很低，总是下跪磕头，但我的地位却极高。我用磕头为人民币国际化磕出了一个未来。这样巨大的贡献，让国家部委破例将我转为正式编制。从此，我就是正儿八经的国家公职人员了。鉴于我的工作内容需要久跪，单佳木特地为我定制了高科技护膝，可以自动识别地面的曲度并做出调整，保证我跪得舒服，跪得安心。他还专门为我研制出了一台跪跪机，能够辅助我的身体自动磕头。我只要趴在里面，就能在机器的牵引下实现全自动磕头，磕头效率大大提高。我很感动，也很困惑，我都不是你的保镖了，你怎么还给我买装备？单佳木意味深长地看着我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在这个繁星满天的夜，单佳木开车带我去了山顶。我看着无垠的星空，恍然大悟，你是不是想试试，如果对着星空拜年，天上的神仙会不会来？这么一想，我就激动了。做过那么多实验，我还没试过这种情况。单佳木欲言又止，刚要张嘴，我就已经跪了下去。星星坠在墨蓝色的天空中，我对着广袤的星空磕头，大喊3声：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！然后仰起头，紧张地等待着神仙的降临。天空毫无动静，但我脸颊却多了一个温热的吻。我怔怔的不敢动，单佳木的下巴放在我的肩上，气息喷在我耳边。金金，我不想做什么实验，我只想和你一起看星星。山顶一片安静，只有风吹树叶的沙沙声，还有我们纠缠的吻。然而那时的我们并不知道，星空并非空无一物。直到1年后，我连续加班了1个月，好不容易抽出时间和单佳木去郊外露营。中途单佳木去买水，而我在这里遇见了前男友翟宽和他的新女友。翟宽牵着新女友的手，跑到我面前耀武扬威：你怎么变得这么憔悴？离了我，日子不好过吧？废话，你连续加班1个月，你也憔悴。新女友娇滴滴地对我笑：谢谢你当年放手，才让我遇到了翟宽这样有担当的男人。呵呵，真遇到时，你就知道他究竟是人是狗了。但我懒得跟他们争辩，只敷衍着祝福你们慢走不送。变故就在这时候发生，周围忽然一阵惊叫，有人嘶哑着嗓子大喊：快看，天上那是 UFO！ 我仰起头，果真看到一个巨大的飞碟朝我们的方向降落，越来越近，人群四散溃逃。但飞碟的速度极快，没等人跑远，就砰地坠落地面。一圈尘土被高高扬起，待尘土落下，从飞碟中走出3个外星人，绿皮肤，大眼睛，无鼻无唇，下巴窄而尖，整个脑袋像一个倒置的梨。更要命的是，他们出了飞船，就朝着我和翟宽等人的方向走来。翟宽立刻吓得躲在新女友身后，新女友就和我当年一样无语：你是不是男人？于是躲我身后。翟宽一如既往的脸皮厚，那我也害怕呀，难道要我冲在前面被外星人弄死了，你才觉得开心？气得新女友当场就提了分手，一脚把翟宽踹开。刚刚还耀武扬威的2人，不到3分钟就一拍两散。我想笑，但笑不出，因为此时3个外星人越走越近，明显就是冲着我来的。纵然我进国家部委后见过很多大场面，此刻也忍不住胆寒。就在这时，一道身影挡在了我面前，就像一道坚不可摧的屏障，将恐惧挡在了外面。单佳木将我牢牢护在身后，逼视着3个外星人：你们是什么人？想干什么？3个外星人对视一眼，嘴里叽里呱啦地说着听不懂的语言，手上还在急切地比划。见单佳木不懂，为首的外星人朝旁边一挥手，便有类似投影的画面呈现在半空中。
画面上是各式各样的语言文字在不停滚动。15分钟后，终于看到中文出现在画面中，写的汉字赫然是我们在寻找你们星球的海晶晶，给他发一种叫做红包的东西。我惊了，我懵懵了，我什么时候招惹了外星人？难道是因为1年前我和丹加木定情那晚，我对着星空喊了一声恭喜发财？星空里没有神仙，但有外星人，于是外星人便跨越光年的距离，乘坐飞碟来给我送红包。这也太离谱了吧！我晕头转向，但好在丹加木足够镇定，他指了指画面上的中文，外星人便点点头，将沟通语言确定为中文。这下沟通就方便多了。外星人表示他们使用了宇宙语言翻译机，现在开始，只要我们说中文，他们就能理解。3个外星人还问哪里可以弄到3万元人民币和3个红包。我们很着急，丹加木警惕地问：你们来这里只是为了发红包？外星人似乎不懂得如何撒谎，居然直接说我们的飞碟上有武器，发完红包我们就要侵略地球。全场哗然。外星人侵略地球，这可是关乎人类命运的大事。我立马给部委的领导打电话汇报情况，领导高度重视，由于事态紧急，只能先任命我和单佳木为临时外交官，按照国家指使是与外星人谈判交涉。国家嘱托，责任在肩，我们义不容辞。单佳木告诉外星人，独立自主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立场，并向他讲述了和平共处5项原则。外星人听后深受启发，表示好，我们承认地球上只有一个中国。我说那不行，得承认全宇宙只有一个中国。外星人郑重地点点头，再度问，所以到底哪里能弄到人民币和红包？丹加木义正辞严言辞，人民币是中国的货币，你们想兑换人民币，首先要和中国建交，建交就要拿出诚意。于是外星人为了弄到3万元人民币，将带来的星际武器全部卖给了中国。刚开始外星人也是不愿意的，但我一跪一磕一喊，他们便为了凑足人民币，认命地交出了所有武器。这些武器都是地球现有科技无法造出的，中国潜心研究，军事实力一跃成为全球第一。为了表示我方的诚意，我们也送给了外星人3个红包。外星人十分感谢，用红包将3万块人民币包好，塞到了我手中。虽然发了红包，但由于外星人的武器已经全部卖给中国，战争自然没有发生。我作为地球代表，和外星人签订了和平协议。我们约定70年内外星人不得侵犯地球。与此同时，海晶晶不得朝外星方向下跪磕头。毕竟外星人造出高精尖武器也不容易，来一回地球全被收缴，损失巨大。他们不怕地球上的科技，但怕地球上的海晶晶。我成了全人类的英雄，他们称呼我为地球的执剑人。我的剑就是我高贵的膝盖和头颅。在我有生之年，外星人再不敢来犯。之后的几十年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几十年，人民币成为全球最重要的货币，军事实力、科技水平也遥遥领先。这其中有我的功劳，也有其他无数同胞的功劳。我的大姐海青青凭借3天不洗头就会遇见前男友的超能力，无数次拯救人民于危难之中。我的二姐海静静作为一个海王，凭借一双养鱼透视眼，让犯罪无处遁形，为建成法治中国作为巨大贡献。我们只是奋斗者中渺小的例子。至于单佳木，他的商业版图越来越壮阔，凭借自己的努力跃入福布斯排行榜前10位。但我丝毫不觉得自卑，毕竟我磕几个月头也能有这么多资产。我们结婚了，数年恩爱如初。刚开始交往时，旁人都称呼我为丹佳木的女朋友，但如今旁人都称呼他为海晶晶的丈夫。我们携手看过辽阔的世界，但最难忘的还是初遇的那座悬崖。婚后的某年春节，我和单佳木回到了那座悬崖，身后的树丛稀稀疏疏，走出一只黑色的野猪。它的屁股上有几道陈旧的伤痕，和当年那只野猪一模一样。猪猪，你是我骑过的那只猪猪吗？我问。野猪点了点头。它老了，獠牙也松了，几乎没什么攻击性。我们2人一猪，一起坐在悬崖边，看着夕阳西下。单佳木一手搂着我，一手摸着猪，感慨万千。我的意中人是个闪着金光的仙女，有一天她会骑着一只野猪来救我。我猜中了前头，幸好也猜中了这结局。落日留下长长的影子，霞光漫天。人生最好的事就是有人陪着看夕阳，如果没有，那就跪下磕头喊一句恭喜发财，钱和爱总得占一个。幸运的是我2者皆有。